太空太阳能，马斯克号称通过它30到36个月以后 ，AI 运算的成本就可以去掉一个零。10 times cheaper. 为了这个宏大的机会，马斯克不但立下要发上百颗卫星的 flag， 还在合并 SpaceX 和 XAI。因为按照马斯克的说法，太空太阳能不但是 AI 发展的契机，更是中美能源竞争的关键，甚至可能终极解决各种能源问题。马斯克说的靠谱吗？真的有可能吗？经过各种调研，我要告诉你，太空太阳能确实很重要，但马斯克描绘的蓝图非常不靠谱。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马斯克为什么要说大话呢？大家好，我是一加，常驻纽约混迹全球资本市场的财经记者。这个视频带你揭秘太空太阳能。我们先来说说太空太阳能这件事为什么有价值。在我背后呢，就是纽约的一个发电厂，它使用的呢是化石能源天然气，而所有的化石能源本质上就是保存下来的远古太阳能。而除了化石能源，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能都能溯源到太阳。人类现在使用的所有电力当中，有超过90%，从本质上说就是使用的太阳的能量。但我们对于照射到地球上的所有太阳能的使用率可能也就0.01%。也就是说呢，太阳照射到地球上1小时的能量差不多就够我们用1年。那只要我们提高对太阳能量的使用率那么一点点，哪怕只是提高到0.1%我们就会有用不完的能量。但这个要怎么实现呢？我们来看一看这张来自 NASA 的图，大家可以看到太阳的能量到达地球后有29%直接反射走了，还有23%呢会被大气层吸收，剩下的48%呢会被地球表面吸收。目前我们使用的呢就是这个48%当中的一部分。想要提高它的使用率呢，估计大家也想到了，就是最直接的方法，铺更多的太阳能板。但是呢，这个在执行上有很多现实问题，还不是说造不造得出有那么多太阳能板而是呢到哪里搞能铺这么多太阳能板的土地。其次呢，太阳能呢受到昼夜刮风下雨等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和用电需求的分布有极度的不平衡要怎么储备，要怎么传输，这方面的技术呢都不成熟，甚至呢怎么降低使用过多太阳能对环境的影响都是问题。而一到了太空，这些问题似乎都迎刃而解了。Because you don't have a day-night cycle.or seasonality, clouds, or an atmosphere in space. 这个呢，就是马斯克说的太空发电的远景。在太空使用太阳能呢，可以打破空间和环境的诸多限制。有这么好的事儿，人类当然很早就考虑过。1941年的科幻小说《Reason》中就提到过这个想法。1954年，贝尔实验室造出了第一个太阳能电池。1958年 ，Vanguard 1就成了第一个带着太阳能板上天的卫星。现在呢，几乎所有的太空飞船和空间站都是依靠太阳能供电运转。所以在太空使用太阳能不但可行，而且技术已经有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讲马斯克不靠谱的地方在哪儿。在太空搞 AI 不光是要装太阳能板啦，你还需要去安装呢数据中心需要的芯片。最现实的选择呢就是组装在卫星上，然后跟着卫星呢发射上天，并在天上呢运转。但问题是过去发射卫星太贵太难了，而马斯克有底气站出来搞太空 AI， 就是因为他有超强的宇宙快递公司 SpaceX。SpaceX 从2002年创立以来，对卫星发射技术来了次革新，把每公斤的发射成本降低了超过70%。和2002年相比，全世界每年发射的卫星数量已经从不到100个增加到了将近3000个。如果要做到大规模发电，那就需要有更多的卫星。按照马斯克的计划，需要发射上百万颗卫星，才能达到呢100吉兆的发电规模差不多呢就是4个半3下。而现在活跃在太空当中的卫星一共呢也就1万多个，大家就感受一下马斯克工程的难度吧。要把人类几十年发射的所有卫星要一下子干到它的100倍，不是遥不可及，但肯定不只是一个小目标。很多朋友呢肯定还想问，这么大工程真的有必要吗？在2023年前，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电力的供应和需求非常平衡，甚至呢还有过供大于求而关电厂的情况。而像我之前视频介绍过的，从2023年生成式 AI 爆发之后电就变得不够用了。因为大规模建立的 AI 数据中心真的都是吞电巨兽，所以忙着搞 AI 的各路大厂都争先恐后砸钱抢电，甚至自己建电厂。但是增加发电能力可不光是钱的问题甚至钱可能是最小的问题。They're very slow. They have to do a study for a year. We had permit issues in Tennessee. Like the turbines are sold out
through 2030. It's a limiting factor of the laser blades. 所以除了马斯克，包括 Jeff Bezos 在内的很多大佬都提出过到太空搞 AI 的想法。谷歌呢，甚至还有相关的计划。And I think we are taking our first step in 27. We'll send tiny racks of machines and have them in satellites, test them out, and then start scaling from there. 所以啊，考虑去太空发电搞 AI 这件事儿没问题，但啊，是不是能像开头和大家分享的采访片段当中，马斯克说的那样，30到36个月，成本可以降到现在的1/10，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在太空发电的效率高是真的，能提高5到7倍。同时呢，运算中心建到太空，还能把制冷的钱也给省了。Then it's very cold in space, just 3 degrees Kelvin. It's a very efficient cooling system. 但啊，前期成本上的挑战更大。一个是卫星发射啊，现在再便宜也比坐飞机要贵得多得多吧。就算每公斤的发射成本能像马斯克说的那样，依靠星舰降到100美元以下，按照一般太阳能板的重量，每瓦特的发射成本也要5到10美元。但生产成本才多少呢？在中国啊，每瓦特的生产成本还不到0.5美元。另外就要说到太阳能的造价了。那马斯克在各种采访当中一直在说啊，现在陆地上用的太阳能板的价格已经被中国呢压到了白菜价。They're incredibly low cost. 但他没说的是，太空使用的太阳能板啊，那是完全另一回事。因为呢，太空环境和地球表面非常不同。首先，它温差更大；另外，太阳的能量更强，还有辐射。同时呢，它需要连续工作的时间也会更长，因为没有了昼夜和天气干扰啊。所以，不但工艺要求是另一个 level， 用的材料都不一样，造价呢更是比地面上的太阳能板要贵上100倍。我们来看个简单的例子 ，NASA 在2024年预计过一个2吉瓦的太空太阳能发电系统的造价是2760亿美元。在地面上这么一搞要多少钱呢？我让 AI 呢帮我算了一笔账，包括用地啊、人工啊等等的各种成本加在一起哦，也不超过30亿美元。马斯克在采访当中说得很轻松，表示呢太阳能板啊已经很便宜了，但他呢举的例子都是地面上用的太阳能板的成本。我呢更期待他能分享更多太空用太阳能板更具体的技术和成本细节。所以啊，想要2到3年就把太空变成搞 AI 最便宜的地方，别说8字每一篇，连这写8字的纸都没准备好。当然，新问题又来了，为什么马斯克要说这么不靠谱的话呢？更有趣的是啊，马斯克曾经可是很不看好太空太阳能的哦。 Let me tell you one of my pet peeves: space solar power. Okay, the stupidest thing ever. It's like super obviously not going to work. 怎么现在突然就变成大粉丝了呢？关键就在SpaceX 和 xAI 要撑下去都需要钱，不管是增加收入也好，还是获得融资也好，都是需要讲故事的。我之前的一个分析 SpaceX 估值和收入的片子当中呢，和大家说过，发射卫星这个SpaceX 做的最溜也是最有护城河的事情，其实市场空间很小，需求就这么多，主要呢还是要靠政府。那如果太空发电搞 AI 的事走通了，发射的需求不就会指数性增长吗？找服务商不就首先要找马斯克吗？这不就把他布局的太空产业和 AI 产业都跑通了吗？但就算跑不通，至少他现在支撑估值的故事他就有了呀。所以啊，说到太空太阳能，马斯克啊只说了一半，还有重要的一半他只字未提，这就是怎么把太空太阳能又传导回地面。这个啊才是这些年太空发电大国博弈的真正战场。嘿嘿，马斯克不提，是因为这一块业务他们不做。我们呢先来说一说太空太阳能啊传导回地面这件事情的意义有多大。一呢是可以打开呢新的能源来源，刚才我们说了，它有望可以彻底解决呢能源需求的问题，同时呢还有机会可以大幅降低电费。能源是几乎所有行业的重要成本，这个便宜了，很多商业运作的逻辑都会变。第二，它可以解决呢电力输送被基础设施限制的现状，这个什么意思啊？那这方面的最大应用场景呢就是军事。现在的军队作战啊都是需要大量用电的，不然你怎么跑步人机，怎么去搞机器人？但这种用电呢，它就是移动性需求啦，你不可能随时随地去铺电缆吧？所以啊，如果能够用上呢太空太阳能，通过呢灵活的传导方式啊，哪里需要电就传导到哪里，那军用的需求这就解决了嘛。所以啊，美国军方一直非常重视太空太阳能的地面使用，号称呢是这个领域的第一大金主。不但他们有自己的研究项目，还投资了不少的创业公司。而除了美国、中国、英国、日本，则是呢这个赛道另外3大玩家。这3个国家都是对原油进口有依赖的，所以这方面的技术呢，可以帮助他们带来长期的能源安全。而现在如何把太空的电传回地球，就这4个国家都在竞
赛的最主要的领域。具体怎么做呢？现在主流有2个技术路线，第一个就是微波。这个呢就是我们家的微波炉啊。那微波炉的原理呢，就是把电的能量呢转化为微波的能量。然后微波呢会在微波炉这个金属的空间当中啊各种反射，带动呢食物当中的水分子来加热。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在空气传导当中呢不会产生热，所以它的损耗低，传导的效率非常的高。所以你用微波炉加热食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食物热了，但是它周围的空气呢还是凉的。而用在传导太空太阳能回地面上，微波的优点呢，就是可以传输的能量大，效率高，而且穿越性很强，什么大气层啊、下雨下雪啊都不怕。但呢，就是贵，一般呢需要的卫星比较大，而且呢需要它达到的太空高度呢比较的高，要在距离地面3万多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同时呢，地面上接收能量需要的设备呢也要求更高、更大、更贵。我们呢来看这张照片，是2022年落成的世界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猜猜它在哪儿？不在美国，和马斯克也没关系。它呢在西安，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段宝岩带领的团队研发的逐日工程的逐日塔。而这个逐日工程走的就是微波路线。美国在这方面呢也有尝试，加州理工大学在2023年就曾经在太空呢测试过相关的传输可能性。另一种技术路线呢，就是激光，原理呢类似于把太空收集到的太阳能打了个包传回地球。它的核心优势在于波长极短，所以它的能量速极其的紧凑，不需要像微波那样建超大的地面接收站。做个不是那么恰当的比喻如果说微波呢是个宏大不间断的瀑布，激光就是随开随用的自来水。而且呢，激光传导对于卫星的大小地面高度等等要求都比较的低，成本当然就更低。不过呢，它也有自己的短板，就是能传导的能量低，而且最怕下雨下雪，会大大增加传导过程当中的损耗。但冲着它灵活现在很多的创新公司都盯上了这个路线。比如说美国的 Overview Energy 刚刚在12月就完成了一次5000米高空通过激光将能量呢打向现有太阳能板的实验。另外，美军投资的 Etherflux 则利用了大的卫星网络，根据需求通过激光做各种精准小范围的对地面能量传输。是不是听着就感觉是军方特供的？ Sounds crazy. 今年呢，他们正在做高空低轨的测试。如果大家对于这方面的具体技术和商用探索感兴趣，评论区打传导，我会再单独分享。而不管是哪个方向，现在呢都还只是在推进的路上。很多的项目方表示呢，未来2到3年会有新的进展，和马斯克给的时间表也差不多。而马斯克的计划到底是画饼还是拓展太空产业的新可能呢？到时候我们就会见分晓。而人类能源产业也将有可能有一场大戏将要上演，你期待吗？看好吗？留言区告诉我。而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请记得给我点赞、关注、转发和收藏。